应该这么说好了，以化油汽车来讲好了，当这个铜片跟这边出现磨损的时候，节气门会因为这个导杆的磨损，变成说它的铜片会过度关闭，会降低你的吸气量。这个是以化油汽车来讲，它会降低你的进气量，然后你的怠速就会比较低。但是当你的进气量变小的时候，你的混合比油量并没有降低，慢慢的就会变成供油过浓。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？那当你的磨损这边的磨损已经过大的时候，导致节气门整个都关闭了，那就变成是 no go 油，因为油越来越多嘛，油越来越多就会开始变 no go， 到最后如果真的这个过度磨损整个关闭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进气了，它的燃油就不会过去，就变成是都不会发动。所以以正常来讲，如果都是正常使用的状况下，你发现你的火星塞越来越黑，你发现你的怠速越来越低，有的时候，当然啦，你如果都没有在做保养的话，可能你的保养也要先去做确认一下。如果你能够确定你的保养都是正常在做的话，你的怠速越来越低，火星塞越来越黑，就是可能供油过浓的感觉。那这个时候，你可能就要先去做你的节气门归零。我是建议这个时候，你先不要去动你的混合比螺丝，因为很多人都会这个时候都会想说是，火星塞这么黑，那是不是混合比跑掉了？但是以正常来讲的话，如果你车子都正常使用、正常保养，都没有做什么重大的更动的话，应该来说混合比是不会跑掉。除非你有洗化油器，你有拆化油器，你有拆到其他东西，或者说有其他东西损坏，才有可能会造成你的混合比跑掉。如果是老车的话，多半都是因为节气门的磨损。这样讲好了，节气门它可能允许 70% 的空气过去，然后混合比螺丝它供应 30% 的油。但是当你的节气门导杆开始磨损的时候，节气门所能通过的空气越来越少，但是混合比螺丝它供应的 30% 的油还是存在。那是不是就变成说是你的空气跟油它的搭配就失衡掉？那会导致你的怠速越来越低，可能车子就开始会有 no go 的状态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是车子出状况，你应该先检查的就是稍微看一下，老车啦，你就稍微把它的螺丝，它的开度恢复到该有的开度的时候，它的混合比就又会恢复正常了。像我可能骑车的时候，可能如果觉得车子怪怪的，有时候我会想太多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可能只是很单纯的这个导杆磨损，进气气管的导杆磨损，导致节气门那块铜片过度密合，它过去的空气量变少的时候，就是混合比失调的状况下，你会觉得车子有点好像 no go 的，就是要供油过浓。有网友问我说 no go 是什么意思？ no go 大概就是加油不跑的意思，就供油过浓。那这个时候可能还是那个前提啦，你必须正常使用、正常用车，都有在做正常的保养。在这个前提之下，如果你觉得你的车突然出了什么状况，先检查火星塞。如果你火星塞也变黑了，就是燃烧不完全的状况下，当然啦，问题点会有很多，可能点火效率不好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空气滤芯脏掉导致进气不良也有可能。那我这边讲的就是节气门的问题。这个时候可能你先尝试着把怠速螺丝再锁进去一点点，先把怠速调回来。
把怠速调回来以后，再骑看车子是不是好，有正常一点。因为以引擎就内燃机嘛，以内燃机的工作原理来讲，你必须给它适度的空燃比，就是混合比。有理论上的完美混合比跟实际上的完美混合比，这不能一概而论啊。但是我记得好像就是12点多到14点多吧，你最好的混合比是在这边，但好像是啦，我不是很确定。那由于节气门的过度磨损跟导杆这边的角度不正确，都会造成你的空气供应量不足，造成混合比失调，变成你的车就开始会有一点点状况存在。尤其当这个导杆磨损很严重的时候，像进站，我的进站它有 TPS， 就是它这边会有一个感知器，它会感知节气门的开启角度，然后改变它的点火时间。那像如果啦，其实像我的进站有可能就是因为节气门过度磨损，再加上这一块的过度磨损，导杆的过度磨损，因为我就算把螺丝锁进去了，怠速调整到正常的值的时候，但是这个是因为这边已经磨损掉了，会导致我的 TPS 作动的角度会不太正确，这个也有可能。那我们今天这边就是先以很单纯的化油器构造来讲，就是当节气门过度磨损的时候，跟进气导杆过度磨损的时候，这样看应该有看到一个小凹痕，很小，这颗还算不错，像我进站的就比它严重多了。当一开始的磨损会是这一支道造成，因为像我刚刚讲，全新的化油器，它的节气门它会有一个开启的角度，它不会紧密的跟进气管壁去做接触，它会有一个很小的缝，它必须要有它的进气量才能维持它的混合比。那当这边的磨损开始磨损以后，它会导致那个缝越来越小，小到它开始磨损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车子怠速会越来越低，然后可能检查火星塞，你会发现火星塞有点变黑。这个时候先不要紧张，先尝试着把怠速调回来，这样子看能不能解决问题。一般是都可以啊，如果只是单纯的节气门磨损跟这个的话，只要没有很严重，你只要把怠速的空气量补偿回去就 OK 了。要不然其实说实话，光以一个混合比会造成混合比不正常的原因太多了，譬如说开启角度，它的磨损，甚至以进站来讲，它的 TPS 都会有影响。所以我本来是想要讲，但如果因为以单纯的节气门来讲的话，你讲的很笼统，可能很多人会误会。所以这一片我先以摩托车的，以化油汽车的节气门下去做说明。那有空的话，我再说电子喷射的节气门，因为以电子喷射的节气门跟化油器的节气门差别就在于说，摩托车化油汽车的这个自动主风门，它只负责冷车的作动。这样讲懂我意思吗？它就是冷车的时候，它会额外的补油，额外的给点油，让引擎好发动，然后让它快速的能够让它提升转速，让引擎能够快速的达到工作温度。但是以电子喷射的节气门来说的话，它的怠速调整器，它就负责了冷车的拉高转速跟怠速补偿。
所以这两个再说起来是不一样的东西。那今天这个化油器的节气门的磨损跟调整，那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